嘿，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夏娃，對，就是夏娃這個英雄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其實夏娃這個英雄雖然這個出場率不高，因為大家也看過很多這場比賽，其實夏娃在那個這場裡面出現的幾率真的非常之低，但是我覺得他這個英雄其實也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甚至是我覺得某程度上是有压制力的一隻英雄來的。就是如果你會用，或者是你用的時候那個時機抓得好，你夏娃是可以把敵人壓着來打。對，那這天我們再來開場跟這個夏娃打的這一場比賽。對，那這天就說個題外話吧。那如果大家昨天有看我昨天那部影片的話，就是討論現在那個競技場的好處跟壞處那部影片的話，那其實大家也知道，現在競技場新版競技場大致上有什麼的問題發生了在現在這個主流的戰場上面。這裡說什麼搜尋時間過長或者是這個加分這個制度有點嚴格。對，那這種種問題都導致現在競技場那個打起來很不舒服。對，那但是也是那句，我也是還沒接觸過新馬競技場，但是我還沒抽時間來嘗試體驗一下這個新馬競技場到底是怎樣。對，那所以的話，我就不深入討論一些新馬競技場這些大概的深入內容了。那其實那今天我要說什麼，就是我發現我昨天其中說一個壞處的論點，就是從這個新馬競技場從這個 BO5 改成那個 BO3， 就是5局3勝改成這個3局2勝。我覺得說這個不知道是好是壞，這個對於這個整體的競技場的戰鬥節奏。那但是在我疑慮的途中今天5月19號，那個官方就發了一個緊急的維修，就直接把這個賽季因為這個賽季是韓服這邊繼承過來的嘛，就是 BO5 改成 BO3 這個賽季，那印尼服這邊他就自己把這個 BO3 改回 BO5， 那老實說非常之好。那就代表說我昨天所說的一些疑問或者是那些疑慮都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因為都改成以前那個赛季。那我覺得真的非常好，因為這樣的話代表說什麼？那除了代表說這個遊戲的節奏會拉回像以前一樣沒什麼太大的改變，那一點就是原來這個遊戲是有着重或者是重視這個玩家的社群意見的。对，那這一點是非常之重要。那其實為什麼我會這樣說？那我是一個玩這個韓國線上遊戲長大的一個人那基本上我以前玩一些韓國線上遊戲因為我的那個年代基本上80%以上的那些線上遊戲都是韓國制作的。那時候可能是網絡不發達，或者是那些選擇比較少的原因那些線上遊戲基本上都不會理會，甚至會無視那些社群的意見，就是玩家意見。尤其是越舊遊戲生存到現在，越舊遊戲越是這樣。但經過這次這個事件我是完全對於這個我剛才所說的那個論點有所改觀，就是原來這種舊時代遊戲原來是會着重或是重視玩家社群的意見的。对，那這個老實說，我真的對於這個印尼服 Lost Ark 官方完全的改觀了。那因為我也是 Lost Ark Origin 剛開服的時候，我就已經有在玩這個伺服器了。那時候其實我可以很大膽跟大家說，那時候的官方是完全不會理會這個社群的意見的。那大家的意見基本上它是完全的无視掉的。那我從這次这個事件我就可以很好的感受到，之前有觀眾跟我說，原來現在印尼服官方有一個 GM 是不停的有在做事的。那時他留一個留言的時候，我也覺得這個也是一些什麼門面話而已吧。那但是經過這次事件之後，我發現原來這個觀眾是沒有說謊，原來真的是有在默默耕耘的在做事。那這個非常之好對我來說。那你可能想說，是因為這次改動影響了很多大的一些印尼服實況主的一些遊戲體驗，才不得不改。那但是如果你有玩其他遊戲的話，就算
那個遊戲的更新是影響了那些實況主或者是那些內容創作者的一些遊戲啊，他們都是可以選擇無視的。那這個就是現在印尼 Flosaga 做到，而其他的一些遊戲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啊。那如果你有玩其他的一些線上遊戲的話，对，那是不錯啊，对我來說是一個不錯的起步或者是一個過程啊。對，那大致上這樣。那麼回到這個遊戲裡面，那這次啊，我們就來開場跟這個夏娃打的這場比賽。那其實這次這個主題啊，是比較着重在夏娃這個英雄啊，到底在什麼地步或是什麼地圖才會比較強勢。那其實啊，很簡單，就是地圖越小，夏娃的那個能力就越大。對，那因为啊，他的那些攻擊方式全都是着重在這個槍裡面，就是他雖然是說槍，我以前說過，夏娃他雖然是一把拿着槍的英雄，但他不是遠程英雄，他是一個完完全全近戰英雄。那但是啊，他雖然說是近戰英雄，但他還是有一點點的遠距離輸出啊。那他的用法就是不停的抓你，在原地裡面不停的用一個槍敲你。然後在想逃走的時候，他用那個遠程武器來把你射停射下來，然後繼續用那個近戰來敲你，不停地重複這個步驟。那這樣的話，通常那些比較小的地圖就會非常之有利他這個 combo 的那些發展呢。例如說，這次這個地圖是非常之對於他這個 combo 非常之有利的。例如說，他剛才直接把我射下來，那而且我是沒有地方可以走位的。那所以的話，如果大家有想深入一點的話，那就代表說，現在這個新版機場呢，因為它現在有個電網系統，會慢慢把這個戰鬥位置縮小嘛。那代表說，夏娃我覺得在新的機場版本會是非常之強勢。對，那我們來到這個第5回合最後一回合，那打這個夏娃其實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它的網絡是對於我這個操縱有點難抓。對，那其實眾所周知啊，那雖然有些人的網絡是5個，但其實我用操縱抓起來是完完全全的跟其他的手感是完全不同的。那其實為什麼會這樣？我猜呀，很大原因是因為首先這個遊戲的顯示網絡延遲的那個方式跟一般的遊戲不同，就是一般遊戲是顯示數字嘛。那這個遊戲啊是顯示那個格數，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特別啊。那所以的話會導致這個顯示網絡狀況這個東西啊有點算是這個信不過吧，對我來說。那所以的話，我這局打起來那個網絡是有點問題的，就是你也可以發現我的操縱是抓不到它起來。那但是也是那句抓不到的人啊，那你要做的是什麼？就是用這個重低打法，然後配合你的毅力來克服這個難題。對，那個就是我用操縱的那些慣常做法。所以你看到我剛才啊，都是直接沒有用 Air Dash， 直接把它踢下去，就是這個原因，因為抓不到，那就不用冒那麼大的風險。那這邊呢可以，那這邊呢小一點啊，這邊用 TNT。哎呦，那這邊為什麼我什麼都不做？那其實我也不知道。對，那可能是因為當時因為我也是在直播在打這個比賽，那時候好像也可能有點累吧，那沒所謂。那基本上這邊失手了，那基本上就等於輸掉那個比賽了。哇，這個非常之囂張啊！那我希望他下一個新版本的機場不會讓我撞到他。對。